穿成年代文里工具人男配的短命亡妻是什么感受？原本只想做个书里的小透明，和男配搬根小板凳，捧着大西瓜，静静地看着主角如何在改革的春风里发光发热，发家致富。谁知下乡的女主鬼迷了心窍，要和他抢男配，多气运，闷死他们！配角也不是你捏的，吃瓜群众听说没？顾家日子越过越好了，快踏进棺材的顾老太太活过来了，家眼二婶傅明了，病秧子三婶也好了，就连顾家死去的男人们都回来了。男女主震惊，衬托男女主的配角也能翻身做主人，这世界疯了！躺在木床上的乔欣棉昏昏沉沉，浑身酸疼，耳边时不时还传来一道略尖锐的声音。小玉，要不是二婶眼瞎看不见，也不至于当初这么快就同意这门婚事。你不知道外面传的有多难听，和人钻玉米地是个好姑娘干的事儿吗？若是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就直接告诉咱们，办法多的是，就非得去跳河寻死。不过多会儿，旁边一道咳嗽的令人心碎的虚浮嗓音也随之响起。二嫂，消消气，也怪我当初只想让小玉快些成家，没想那么多。既然都闹成这样了，若是乔丫头能熬过来，明儿一早你先去革委会开个离婚申请吧。他要是决定离婚，你就拿给他签了，再去办手续，当不成一家人，好歹也是一个队里的。平日里咱们多照看着些就是了。若他只是心气而不顺，闹情绪，咱们就当没发生过这事儿，好好过日子。他年纪小，父亲又才去世没多久，心里也难受，别闹得难看了，再让旁人笑话咱。当初将乔欣棉娶回家，也是念在乔父对顾玉有救命之恩，且乔父走得太急，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顾玉能娶了自己女儿，好好照顾她。虽然这事儿他们也觉得疑惑和紧迫，但既然答应了，便不能失信。只是没想到这媳妇娶回来，到底还是有些草率了。对他们做婶婶的阴阳怪气也就罢了，天生对顾玉这个丈夫厌恶嫌弃，队里还闹出这么多事。角落里，顾玉不急不缓地溢出一个之后，再没别的话语。而此刻作为当事人的乔欣棉被脑子里两股记忆碎片冲撞，他好像穿进了自己刚看完的一本年代文里。短命亡妻，从乔欣棉接收的记忆看来，完全就是原身做天做地将自己给做死了。前世作为玄门乔家一脉，命格特殊，他不过20岁的年纪，却偏偏犯了这5弊3缺中的命，导致英年早逝。素云，快过来烧火，我来做早饭。看见顾三婶那瘦弱的风吹倒的身形，乔欣棉喉头涩了涩，肠胃也开始痉挛。他将衣袖拉起来，见到指甲盖大小的无极阴阳鱼纹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好在他的空间还在，亏得自己平日里也有囤货的习惯，摸出1盒牛奶稀溜丸，缓解了胃部的疼痛，这才起身出门。我来吧。被撵到一旁的妯娌俩一时间有些懵，他什么时候醒的？乔欣棉虽然生活在科技便捷的23世纪，但也不妨碍他野外生存技能点满。他人虽然懒，但做饭算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。做好饭，顾三婶上前去帮忙盛稀饭，但看见锅里浓稠的稀饭，苍白的脸色僵了僵。新年，今早就算了，下次做饭可别放那么多米了。你昨晚落了水，赶紧给自己盛一碗，先垫垫胃吧。他们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再不省着点都熬不到放凉。乔欣棉点了点头，随手递给他一个馍馍，却见顾三婶摇了摇头，留给小玉，她干得活重。说话间，一道身影走了进来。乔欣棉抬眼看去，鼻峰高挺，丰润不露孔，望妻，眼尾饱满无杂纹，专一不花心。印堂间那不容忽视的紫色气韵，惊得乔欣棉有些手抖。据乔家文献记载，唯有紫薇贵人可破乔家命格，也就是说，他来到这个世界是天道爸爸给的一线机缘。想到书里的顾玉，不过女主随手给的一个白面馍馍就记了一辈子，那现在顾玉作为破他命格的贵人，必须给他养得白白壮壮，健健康康。想到离男女主来乡下插队的日子还有半个来月时间，乔欣棉心里小算盘噼里啪啦响。离婚申请。还沉浸在喜悦中的乔欣棉像是被一盆冷水泼洗，他心里慌的一批，面上却要稳如老狗。不签。在旁的顾二婶闻言撇了撇嘴，想说什么，却被一旁的顾三婶摁住手。要不是眼睛缠着不调，他指不定要朝着这丫头的屁股狠狠拍2巴掌，闹着玩呢。理由。乔欣棉眼神微动，一时间有些不敢直视顾玉，难不成他要说我缠你这个人，那估计下一秒他就被当成神经病扫地出门。不管你信不信，队里传的那些什么钻玉米地啊，都是和别人乱搞关系，都是别人污蔑我的。失足落水是被人从后面踹的，至于是谁，我也没看清。说到这里，乔欣棉就一脸对原身的不争气，苦大仇深。这姐妹可真是个蠢蠢的大冤种啊，被谁给踹河里去了都不晓得呢。要是因为这个我们离婚了，那岂不是就将谣言都坐实了？大队里的人怎么想我？想你顾家，到时候别说我抬不起头了，连带着顾家在队里的风评更不好。所以在我弄清楚事情真相，还自己清白之前，我们不能离婚。作为相应的报酬，顾以后家里的饭我包了，怎么样？见顾玉沉默不语，乔欣棉心如擂鼓，生怕他拒绝。再见他收回离婚申请的时候，狠狠松了口气，嘴角不自觉翘起一个弧度。记住你说的。当然。
掌心一触即离的温热软嫩，使得顾玉不自在地收回手掌。乔新棉美滋滋地看着他，心里一阵狂喜。刚才靠近的那一瞬间，犹如雨后清冽干净的草木气息将他包裹，使他昏沉的脑子、乏力的身躯顿时像注入了新生活力。这一刻，他无比感谢老天爷不亡他乔家。一时间，顾家的饭桌上气氛有些莫名。顾玉在那要将他看个对穿的视线下，三两下将早饭刨完，然后就端着一碗晾凉的稀饭进去喂老太太。阿婆，我来喂你吃饭。辛苦我的玉哥儿了。喂完稀饭，顾玉给老太太擦了擦嘴，就起身出去，准备去干活了。乔新棉去了后山巷北第53棵香樟树下，用树棍刨出一个砖头大小的木盒子。既然找到了他的贵人，自然是要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显示自己诚意，就当是暂时的合作关系，各取所需。根据原身的记忆，他爹临死前给他说了一个地儿，叫他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再去找。也不知这原身是忘了还是不在意，一直没来。乔新棉打开盒子后有些诧异，他一一清点开来，大约有2000来块钱的巨款。他有些想不通，乔父一个普通农民怎么会攒下这么多钱？书里有提到过黑市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去换点粮票。想到这里，乔新棉晃晃悠悠的去找队长请假。张万福看着面色还有些苍白的乔新棉，叹了口气：“你这丫头真是糊涂。虽说顾家成分不好，但顾玉是个好的，你不喜欢他也不该乱来。现在闹着要离婚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一个人要怎么过？”没有的事，叔说的对，以前是我糊涂，我打算以后就跟顾玉好好过日子了。今儿来找叔请假是想去县里买些稀的。他知道原身虽然娇气，但绝不会做那种混账事儿。又不离婚了，不离婚好啊，有些事过了也就过了，以后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，再生个胖娃娃，你爹也算泉下有知了。乔新棉知道自己死去的便宜老爹和张万福关系好得像亲兄弟，对他也算宽容了。知道了叔，那我先走了。从队长处出来后，在地里干活的人看见他都一副八卦稀奇的模样。乔丫头，听说你和顾玉要离婚了？乔新棉笑着摇头，眼神看向那带着几分喜意的农妇，神色莫名的勾了勾唇角。韦大娘，你哪听说的呀？我们好好的离婚做什么？还是你们希望我离婚啊？不离婚挺好。穿成年代文里工具人男配的短命亡妻是什么感受？原本只想做个书里的小透明，和男配搬根小板凳，捧着大西瓜，静静地看着主角如何在改革的春风里发光发热，发家致富。谁知下乡的女主鬼迷了心窍，要和他抢男配夺气运，弄死他！这局也不是你捏的。乔新棉刚拐角走进一个巷子，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鸡飞狗跳的声音。快跑啊！就将来了！小兔崽子，快停下！谁允许你们私下买卖的？眼见着人就要冲着他这个方向奔来，乔新棉眨眨眼，侧身让道。再抬眼10几个青年风一般的跑远，后面还追着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。他眸光动了动，心下了然，也顾不得许多，抬起又酸又疼的脚跟了上去。好了，停下休会，应该追不上来了。年哥，就这地又被发现了，下次要再去肯定有很多人蹲点。咋整？被叫年哥的青年缓过劲来了，背靠墙角思索这个问题，不期然迎上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神。他吓得后退一步，看清楚来人不过是个仙女儿般的姑娘，松了口气。你哪儿来的？赶紧走，这里可不是你能来的。年哥，这打哪冒出来的仙女？张瑞年瞪了他一眼，他还想知道呢。我想用钱换些票，你们有的吧？什么票？要多少？你们能搞到什么就换什么，越多越好。年哥，这丫头怕不是唬咱们的吧？乔新棉知道他们不信，便将自己一直提着的小布包摊开，一叠卷成筒的钱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先说好，换粮票就要按照黑市的规矩来，按市价的1倍来算。乔新棉大概也估摸是这个结果，意料之中的事，没什么好争论的。在3个青年的带领下，弯弯绕绕了好几条巷子才停下。张瑞年叫他在外面等着，自己则是带着2个小伙伴进了一处院子。所幸他也没等多久，就见他手里捏着一摞花花绿绿的票据出来。现在我们这里只能给你30斤肉票、粮票、和面粉票各20斤，还有一些邮票、糖票、糕点票、工业券、食品占现在一等肉价是8毛1斤，这里按双倍算就是1块6。30斤就是48元，粮店的大米是1毛4一斤，面粉的话，我给你按付小粉的价格算1毛6一斤，双倍价算下来就是大米2毛8，面粉3毛2，各20斤核算下来就是12块钱。至于其他票价零零碎碎的不好核算，我也不占你便宜，就给你折算10块钱，一共80块。这些票我都给你换成相对应的时间了，你点点看。乔新棉接过一沓票据看了看，有稀奇又觉得现在的物价真的好感人，却不知道他这分分钟给出去的钱，已经是好一点的厂里工人2月的工资了。有肉没？生肉供应基本上都是晚上的时候，你想要的话晚点再来吧。乔新棉拐出巷子后，看了看日头，直奔目的地。询问了一番后，看着眼前年代感十足的供销社，他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周围。售货员见他点这么阔气的随手一点，语气有些不耐。也要这么多，你买得起吗？
同志，你这样搞阶级歧视可是要不得哦。我虽然穿的没你们干净整洁，也没你们这般安逸舒适的工作环境，但你们吃进肚子里的每一粒米和每一口菜，都是底下生产队社员辛苦种的。有本事你也可以不吃，在其位谋其职。这么眼睛鼻子朝天的看人，怎么没看见你脑门上顶着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呢？幺妹子，你可能是头一回来买东西吧？现在糖票都是紧俏货，城里的工人有时候要凑2个月才能得1斤糖票。你就买2样自己喜欢的舔舔嘴就得了，要真想都尝尝，下回再来换着买，免得被人看了笑话。乔新棉侧目看向面前的衣着朴素、小臂上挎着一个篮子的老太太，见她面相和善，只是眼神有些挚爱，印堂带着些许灰色。他抿了抿唇，靠近她嘀咕了一句，便在她惊愕的神色中重新选购。这次他买了1斤9星糖，用了2张糖票和6毛5，又买了半斤奶糖，东西有点多，索性又买了个背篓，交了钱票，转身就去了食品站，买了一些猪油、猪大肠、猪蹄和香料，将东西都放在空间里了。二婶、三婶，我回来了，辛苦你们了。顾二婶礼貌的点点头，继续和顾三婶配合着用铡刀将收回来的麦秸秆、高粱秆、红薯藤这些草料炸成一小段一小段的，用来喂牲畜。顾云珍没空理他，一个人在鸡圈里和2只鸡嘀嘀咕咕，时不时还从胖竹筒里挑出一坨缠在一起的虫子喂它们。他心里叹了口气，紧了紧背篓的肩带，朝着顾云珍走去。乔新棉将手里的水果糖拆开，抵在顾云珍小嘴上，香甜的气息就在他鼻息下直窜溜。别以为1颗糖就可以收买我。乔新棉只是笑笑，从兜里掏出一把糖塞进他手里，便转身朝着灶台走去。1颗不行，那就1把呗。小丫头美丽像踩在云朵里，小手快速的撕开糖果，给顾二婶和顾三婶一人喂了1颗。阿婆，剩下的6颗糖都给你吃，你要快点好起来。阿婆不吃，都给我的针尖儿。阿婆年轻时候吃太多了，牙都不好了。可是我想给阿婆，日子太苦了，吃点甜甜的呀呀。这糖谁给你的？大哥媳妇儿。看在他给自己糖吃的份上，就不说他坏话了。但是在他没改好之前，他也是不会叫他大嫂的。老太太靠在床头闭目假寐，也没再多问什么。顾云珍留了3颗糖在老太太床头，自己揣了2颗就出去了。外面的乔新棉则是忙得热火朝天，他将饭蒸上，他就开始卤猪蹄了。将猪蹄洗干净焯水，焯好的猪蹄放在一边，就开始炒糖色。炒好糖色又炒香料，最后将炒的糖水加进去，倒入酱油调色，再把猪蹄放进去，盖上盖子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。这期间他也没闲着，买回来的猪大肠还要清洗。他将生肥肠放在一个木盆里，倒入盐，再倒入面粉。边上传来一道着急的声音：快停下，这可是富强粉，你咋用这个洗猪下水？这不是糟蹋了这么好的东西吗？啥？用富强粉洗猪下水？咋就那么能呢？二婶、三婶，这个我没用多少，猪下水不这么洗的话洗不干净，相信我啦，做出来的味道绝对超乎你们的想象。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下次洗这些撒点草木灰就好了。要做什么？我来帮忙，2个人要快些。待到大队下工营，乔新棉就将卤好的猪蹄捞出来晾凉，起先锅盖盖着，都压不住那溢出的丝丝肉香味。这会子锅盖一开，蒸汽上涌，肉香伴随着一股特异的香料味铺满整个顾家。院里的顾家妯娌还有顾云珍3人看着那一盆焦糖色的猪蹄亮铮铮油汪汪，在一旁直咽口水。难不成这乔家娇气包真会做饭？应该会的吧。乔新棉听不见俩婶婶的讨论，他现在抓紧时间爆炒肥肠，因为顾玉马上就要回来吃午饭了。一身泥汗的顾玉还没踏进家门，那扑面而来的异香就一个劲儿的直窜进他鼻子里。推门而入，看见站在灶台挥舞着锅铲的女人，大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势。他眸光扫向一旁崭新的背篓，还有冒出头只看了个大概的东西，眸底划过一抹深色。大哥回来了。男人现在分得这么清，他倒是要看看以后他拿什么来还。回来了，稍微等一下就开饭。这顾家小哥怪惜字如金的。顾玉低头洗手擦汗，乔新棉继续忙碌。他心中疑惑原身的魂魄去了哪里，但决定先将顾玉拿下。2盆肉和1盆白生生香喷喷的米饭端上桌，顾家人老老实实坐好，有些不敢动筷。动筷吧，你们不用顾及那么多，我没动顾家的东西，这些也都是我爹之前留给我的钱票。之前我可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会尽量改正，但也请你们多给我一些信任。总归现在的日子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了，先挺过眼前的难关不是？你说的不错，咱们能成为一家人都是缘分。咱们家现在除了小玉，就没别的能主事儿的男人了，外面少不得轻贱我们。如果别人说话难听了，你也别放心里去。顾二婶虽然看不见，但她对于人的感知却强上了几分。素云说的对，你现在也是我顾家人了，要是外面有人说话难听了，受了委屈就回来告诉我。老娘眼睛虽然瞎了，但上去挠2把也能挠下他1层皮来，所以给我硬气点，知道吗？要硬起来。楚兰英抽了抽嘴角，一巴掌呼在自己闺女后脑上。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，
这都接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乔新棉点了点头，偷偷瞄了眼顾玉，迎上他带着深意的眼神，赶忙收回视线，乖巧的说道：“快吃吧，肥肠要趁热吃，冷了就绵了。那要不我先去喂娘吃吧。阿婆牙口不好，吃不得硬的，肥肠我没留，猪蹄我剔了些软烂的肉下来给阿婆煮在饭里，等我们吃完差不多也好了。”在场的人闻言皆是一愣，说不上此刻心里什么滋味，就是有些酸酸胀胀的。希望这次他们彼此的选择都没有错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今儿星棉做饭辛苦了，小玉上工辛苦了，这碗就我来洗，你们也别争，我看不见还有手。素云去里屋给娘喂饭。江素云是顾三婶的闺蜜，可惜她运气不好，刚嫁进顾家还没怎么享福，就跟着顾家回了原籍地。她点点头，进屋去给老太太喂饭。不像话，沾了新棉的光，今儿咱家吃了顿好的。你怎么看那丫头？看不透，且先看看吧。乔新棉看着屋里仅有的一张床和一个樟木箱，还有一个方桌，有些想仰天长啸，将这逼仄的小屋子收拾了一番，便盘腿坐在床上修炼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连个灵气旋都没见着，直到队里的上工铃响了，他猛地睁开眼，脸都皱成一张包子。这个世界灵气如此稀薄，是了，这个时候连庙都拆了，3界没了信仰，谈何灵气？罢了，再想办法吧。心情郁闷的他索性起身去了灶台那边，将富强粉拿出来先给发上，准备包包子。再回来时，看见自己那瘸腿桌子上用搪瓷缸压着的一张大团结，哭笑不得。这是生怕他亏了，所以将顾家为数不多的家底都给他了。男人现在分得这么清，他倒是要看看以后他拿什么来还。大家伙顶着酷暑的烈日在地里干活，肚子里满满干货的顾玉手里活干得更卖力了。村里的好地轮不到他干，也没什么可怨的，只是旁边几道污言秽语传进他耳朵里。闭嘴！哎呦呦，怎么还说不得了？自己婆娘给自己带了绿帽子和人都钻玉米地了，你还有心思干活呢？可不是，我今早听说他去革委会开离婚申请了。乔丫头那模样长得好，一看就不是安分的，也不知道便宜了哪个奸夫。老早就说过了，顾家一门寡妇，那眼下的楚兰英合并养子江素云，虽说身体不行，但那模样还是很可人的。这顾玉要离了婚，年轻气盛的受不受得住这？原本还哄笑一堂的几人，瞬间被这一幕给刺红了眼。我你妈的顾玉，敢动手打人！周围干活的人听到这边的动静，过来帮拉。大哥媳妇儿，你快去看看我大哥，他流了好多血。乔新棉赶紧放下手里的面团，飞一般跑了出去，来到顾玉干活的地方，已经围了不少人。他看见顾玉躺在地上，整个人的血液都凝固住了。让开，快让开！我把牛车拉过来了，赶紧将顾玉抬上去县医院。乔新棉将人拦了下来，上前一步，快速地查看顾玉的伤势，肌肤上布满紫红色的淤痕，左手小臂右侧肋骨骨折，额角一道划痕渗出血液。背对着众人的视线，从衣兜掏出一粒丹药喂进顾玉嘴边。相信我。乔丫头，你赶紧让开，先把顾玉送去医院，有啥事咱回头再说。乔新棉起身退开，在人群中扫了一眼，没看见罪魁祸首。好呀，回来再说。乔新棉靠在急救室外的走廊，他想不通，顾玉作为紫薇贵人，吉星之首，可为何如此多舛？可惜从他从见顾玉的第一眼正面之后，就再无法看清顾玉的面相。就在乔新棉站得脚发麻的时候，急救室的门打开，顾玉被推了出来。医生，请问我丈夫怎么样？问题不大，外伤养养就好了。骨折的话要避免剧烈运动，1个月以后要复查。你这边先去缴费吧。听了医生的话，乔新棉看了眼还在昏迷的顾玉，先去缴费。期间，顾家三婶江素云也一脸苍白的赶了过来。三婶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好点了吗？小玉怎么样？严不严重？我和二嫂听见珍珍说小玉出事了，我让她留在家里，就借了队上的牛车赶了过来。三婶别急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医生的建议就是先在医院住2天留院观察，恢复得快就可以回家休养。那就好，辛苦你了。这几天我们换着来照顾小玉吧。江素云看着顾玉所在的双人间病房，神情有些踌躇。新年这医疗费你把收据单子剪好，等回去了，三婶补给你。不用，三婶，你先在这里看着点，我回去给顾玉收拾点东西过来。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前脚刚走，后脚顾玉就睁开眼睛醒来，刚想起身，就被身上密集的疼痛给制止。旁边病床上的老爷子听见声响，朝他看来。小伙子，你可悠着点吧，才做完手术呢。江素云接完水回来，就瞧见顾玉醒了，赶忙将水壶放下，上前询问：小玉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三婶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江素云这才将他出事后的情况告知顾玉。你这回可把我和你二婶给吓着了，那会子我脑子都一片空白，缓过劲儿来后才听人家说新年一直在帮着跑上跑下，以后对人家好点，听见没？
他瞅着那孩子，真心想好好过日子了。既然如此，大家都和和气气的过，一家人最只要齐心协力，再难的日子也会挨过去的。同样的一个字，但江素云却莫名捕捉到了不同的感觉。他看着顾玉，又像是要睡过去的样子，但笑不语。有些事情说不清，道不明啊。乔新棉火急火燎地赶了回去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上张万福，将手里医院开的收据证明放在他桌上。叔，就一件事，将刚才那会儿殴打顾玉的几个人找出来，态度好，愿意道歉赔钱，并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。这是明面上就过去了，在我给顾玉收拾好东西来之前死不认罪的，那我就挨个上门去请，只要他们承担得起这个后果。将话撂这儿，乔新棉转身就赶回了顾家，他包子还没包呢。来不及说话的张万福看着乔新棉风风火火的背，摇头叹气。喂，我是张万福。鉴于刚才在队场发生的恶劣事件，导致顾玉同志伤情严重住院，现在通知参与此次事件的队员，请立刻到广播站来。顾玉那狗逼崽子下手可真他妈狠，要是老子一个人，还真干不过他。李大嘴捂着脸上的伤口，疼得龇牙咧嘴。其余几人也没好到哪去，他们4个打1个，要不是仗着人多，还真讨不到便宜。大嘴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队长都广播通知了，而且刚才也有不少人看见咱们了，要不咱还是过去吧。那就走呗，老子倒是要瞧瞧，打了顾玉那狗逼崽子又能怎么样？此刻顾家，顾二婶眼睛看不见，哪儿也不敢去，就急得一直在院里走来走去，直到听见声响，他警惕地望向大门外。水，二婶，是我。刚才的广播我都听见了，那些个杀奸盗的不得好死，将小玉打伤还住院了。要不是老娘眼瞎看不见，怕打错人，恨不得抡起锄头上去打死那龟孙子。一直紧绷的神经在乔新棉出现的时候，不自觉就松了松，发泄出自己压抑的情绪之后，又有些担心着急。你回来干什么？不在医院好好照顾小玉，万一她有个什么事可怎么办？小玉她怎么样啊？二婶不用担心，顾玉她没什么事，已经做完手术了，问题不大。这会三婶在呢，我回来给她收拾点要换洗的东西。顾二婶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些，转身就进了屋子，将顾玉的情况告诉老太太。不仅她担惊受怕，刚才老太太都急哭了。乔新棉则是去了灶台开始包包子。张万福坐在广播室，看着浑身狼狈的几人，将桌上医院开的收据单推到几人面前。大队长，啥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意思。你们几个聚众殴打顾玉，将人打得住院，人家家属也不是泥捏的。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就赔钱道歉，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；要么就人家亲自讨说法。几人一听，眼神下意识看向李大嘴。要咱赔多少啊？50。众人一惊，他们就4个人，这要摊下来的话，一人岂不是要给10来块？他顾玉是个什么金龟娃娃不成？去一趟县医院回来就要老子赔50，别说没有，就是有，老子就也将话放置了，一个子儿都不赔，他能拿我怎么样？他家属又能拿我怎么样？真有本事那就亲自来找老子拿。顾家谁不知道，除了顾玉是个正常人，家里就一群老弱病残的寡妇，还有一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小娇娇，欺负了又怎样？还讨说法，搞笑！李大嘴，你瞧瞧你说的这些都是些什么混账话，什么思想？怎么？你们几个人嘴上不带把门的乱说话，惹恼了顾玉，将人打伤住院，还敢这么嚣张的死不认账？人家找你们赔医药钱不是应该的吗？血债还要血偿呢，又没说要你一个人给50块钱，4个人分摊下来也才12块5，还是说你们非得要闹到派出所去？李大嘴身后的2人怂，但他们也没钱。要知道人家县城里的工人1个月才20-30，他们普通农民连饭都吃不饱，哪里还能有钱？更何况他们自己都欠着大队的粮债，别说12块了，就是2块钱都艰难。大队长，我和胡子本来也没想上去打人的，只是顺手帮了李大嘴一把，主要还是他打得狠，要我俩也分摊12块钱，是不是不太公平？好你个周二狗，当时老子可没求着你上来帮忙，现在将人打住院了要赔钱了，你他妈就把锅都甩老子头上，想将自己栽出去了，老子没读过书也知道你动手了，就他妈是帮凶。张万福刚想说什么，突然一道小身影冲过来，朝着顾大嘴拳打脚踢。就是你个坏人，将我大哥打住院了，打死你！顾云珍那小胳膊小腿的打在李大嘴一壮汉身上，就像挠痒痒似的。他一把将顾云珍拎起来。你就是顾玉那狗逼崽子的妹妹，就你这小鸡仔的模样，还敢来给你哥报仇？将他放下！你一个大人欺负小孩子算什么？大嫂，他捏了捏顾云珍的小胳膊小腿，没什么异样，便将人放下。听说你们选择后者，我便来了。想来大队长没有把家属讨要说法的严重性告诉你们。有多严重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霎时，广播站门口人道道此起彼伏，原本不少上工落入的村民看这一幕，不自觉起了鸡皮疙瘩。乔新棉，你个贱女人，你他妈有本事将老子打死，否则老子弄不死你才怪！他妈的，疼死了！乔新棉轻飘飘瞥了他一眼，手下的力道更狠，而且还专往他身上的石头打。
我说了，我亲自来讨要说法的话，那就后果自负。你编排顾玉和顾家，引发了你们两人的冲突矛盾，那是你们的事。怎么一个人打不过就找帮手？一群人举着锄头铲子将顾玉打成重伤，他那是正当防卫。要知道你们那是手持机械打架，我也有理由去起诉你们打偏架。至于罪名，我想想应该是涉嫌寻衅滋事罪，或者是故意伤人罪。但不管是哪个，你们都不好过。可就在刚才，我改变了想法。我家玉哥受了那么大的罪，在医院躺着，让你们无病无痛的去坐牢，我始终不得劲儿。一旁的张万福听得头大，难怪自古以来都说为女人和小人难养。不过这帮臭小子也确实性格。乔新棉，你给我住手！再打下去，我家二狗就要被你打死了。妇人急匆匆地朝着他们这方跑来，乔新棉定睛一看，这是打了小的又来老的啊！你瞧瞧你们的好儿子，干了坏事不承认错误，反倒还越来越嚣张。人家乔丫头打他们出气怎么了？他一个丫头家能有多大力气，还能将你们这几个混账儿子打死不成？现在人家给你们选择，你要么赔钱，要么就将人送去派出所，自己选吧。那几个夫人看着自家儿子像狗一样被打得嗷叫，也有些心疼啊。好，队长，我们赔钱，要赔多少？总共50，一家12块5。什么50？12块5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这去医院看病顶多也就是几块钱的事，怎么这么贵？该不会是你们合起伙来讹我们的吧？自家看吧，你们自己家的儿子不管好，聚众斗殴将人家故意打断了肋骨，手也打骨折了，去了县医院做手术，还要住院观察。你来说这哪一个不要钱？虽然他也觉得有些对的理，但人家这医院开的收据白纸黑字的，他可说啥？可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钱。妈，你快救救我！好痛啊！不要打了！胖妇人听见自家儿子的声音，上前就想去拦住乔新棉的手，被他后退一步躲开，似笑非笑的看他。怎么想好了是赔钱还是去派出所吗？行了，别打了，我们赔钱还不成吗？早说赔钱不就完了，耽误我这么多时间来训狗。在场的人扯了扯嘴角，这乔家丫头看着柔弱娇气，可今天真是有。我们现在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的钱，得等手里有的时候再给。不行的呀，婶子，我家顾玉今儿花费了那么多钱，还有一些都是欠着医院的，顶多在顾玉出院前，我们家就得将钱给还给医院，这是因你们而起。现在你们又不想负责，我顾家现在都是一群柔弱的女人，拿你们也没办法，要不我还是去报警吧。一听报警，几人就不干了，这要去了局子里，他们家儿子以后可就火了。好，我们尽快。叔，那麻烦你给这几位婶子写个欠条吧，期限的话就3天好了。3天？你这是抢劫啊！3天时间哪里凑得齐啊？可是我家也没有多余的钱住院了呀，凑不凑得齐那是你们的事，反正村里人都看见你们家几个殴打顾玉，还有大队长作证，那我大不了就辛苦点去一趟派出所。行了，3天就3天。还有，我们选择道歉赔钱，但当时你们顾玉不也出手打人了，这又怎么算？等他回来全都给我写检讨，当着队上的社员做深刻检讨，保证以后都不再犯。几人虽然一肚子不甘，但大队长既然都这么说了，他们也就认了。叔，谢谢了。我家里的自行车你拿去用吧，这几天你要照顾小玉，来回坐牛车也太慢了。乔新棉点点头，拖着对他一脸崇拜像看爱豆一样的顾云珍回了顾家。刚一进家门，扑鼻而来的肉包子香味将俩人淹没。珍珍，去叫你娘来吃肉包子。顾云珍眼睛亮了亮，出屋里就赶紧找楚兰英去。母女俩坐在灶台边上的条凳上，吃着乔新棉塞给他们的肉包子，一脸幸福。二婶，珍珍，我一会炒个菜就去给顾玉和3婶送饭，你们就自己在家吃。2婶看不见就问珍珍，晚饭你们得自己去喂阿婆了。放心吧，我还不至于残废，你赶紧收拾了去县医院吧，唧唧歪歪的耽误我吃包子。对于顾二婶的吃货属性，乔新棉算是发现了，他淡笑着起身，将之前腌好的肉丝端出来，起锅热油放入葱姜豆瓣酱，再倒入肉丝和香葱，快速的翻炒几下，拿了一个大盆子装上，然后又装了10个大肉包，这才去找张万福借了自行车。病房里顾玉此刻闭目休养，倒是旁边的老爷子睁开着眼睛看报纸，见他拎着东西进来，眼睛一亮，他还是的第一回见这么俊的女娃。乔新棉礼貌地朝老爷子点了点头，便朝着顾玉走去。顾小子，这是你媳妇啊？爷爷，你眼光真好。乔新棉端出饭菜放在他床头边的桌子上问道。3婶呢？打水去了。说话间，顾3婶拎着水壶进来。新年来了，吃饭了吗？还没，刚做好我就过来了，蒸了些包子和炒了个菜，先吃饭吧3婶。看着突然对在自己眼前的包子，那奇异的香味不听话的窜进他鼻子里，抬起没有受伤的右手接过包子，大口吃了起来。乔新棉皱了皱眉，将水杯递给他。受伤了就不要吃那么急，慢慢吃，管够。谢谢。乔新棉得到了顾玉的回应，便压着心里的小开心和顾3婶一同吃饭。可怜旁边病床上的老爷子，闻着那肉香味怪折磨人的。乔新棉余光瞥了眼老爷子，刚才他就注意了，这老爷子头上的有一层浅薄的金光，不过却有一丝灰色掺杂其中。乔新棉拿出2个肉包子走过去。老爷子，咱们能住一个病房也是缘分，我也不知道您这会子吃没吃饭，所幸我包子带得多，我们3人还有饭菜，
怕是吃不完，就分你2个尝尝味。哦，老爷子笑眯眯的接过包子咬了一口，满嘴窜的肉香将他整个感官都唤醒了，越吃越饿，根本停不下嘴。丫头，你家这包子哪儿买的？好吃料又足，明儿我叫我家老婆子买去。这是我自己做的。老爷子还想再说什么，病房门被推开，老太太拎着保温桶走了进来，瞧见自家老板嘴角还挂着一抹，一脸没好气。还没进门就听见你在给我安排工作了。啥味儿啊，这么香！好你个周国安，背着我吃好吃的。周老爷子怕自己老伴生气，朝着乔新棉方向努了努嘴。可不敢背着你偷吃东西，这是隔壁病床的病人家属，见我一老头可怜，请我吃了2包子。话说你今儿怎么这么晚才过来？蒋秀敏顺着老爷子的视线看过去，先是愣了愣，随后反应过来就一脸震惊。幺妹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你了，还真是缘分。是啊，好巧。他也没想到，和顾玉一个病房的老爷子就是今天上午帮他说话的那位老太太。他既然出现在这里，看来是将他的话听进去了。在场的周国安和顾玉3人则是一头雾水。老婆子，这什么情况？你们认识？我原本都是按照原路回家的，可今天恰巧走在路口看到那根电线桩子，往日里都不觉得有什么，偏生今天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乔丫头的话，绕了一圈回家，结果刚到家就听见砰的一声，电线桩子就倒了，听说还砸着人了，可把我吓得现在想起我这心都砰砰直跳。老爷子听得后背都冒了一把冷汗。乔丫头，今儿可真是谢谢你救了我家老婆子，不管怎么说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来找我们老两口，我们在县城还是能说得上话的。本来也是大娘先帮我的，不用那么麻烦的。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还有叫我蒋奶奶，我家老头说了你就应着，刚还多谢你2个包子，才没让他饿得很了。大的事儿我们帮不上，一些小事总能帮的，你也别急着拒绝，多个关系多条后路。那蒋奶奶、周爷爷，新年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一旁的顾玉见此，收回探究和疑惑的视线，老老实实嚼着嘴里香喷喷的小炒肉盖饭。顾三婶也没自作主张的去插手乔新年的事儿，不管真假如何，只要不是伤害顾家的，他没什么可担心的。吃了晚饭，天也快黑了。顾玉见乔新年将东西都收好了，便慢吞吞的开口：“你们回去吧，我这里不用照顾。”乔新年将手里的药丸子塞进他手心，顺势挠了挠。睡觉前服用呀。软糯低喃的嗓音擦着他的耳畔，顾玉侧头不自觉嗯了一声，耳尖有些发热。顾三婶始终有些不放心，想要留下来。放心吧，三婶，玉哥他能照顾好自己，明儿一早我就来看他。你今天也受累了，赶紧回去休息。蒋奶奶、周爷爷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明天见。蒋奶奶见他风风火火的模样，看着顾玉笑了起来。你这小媳妇可太招人喜欢了。乔新年载着顾三婶回到顾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听见外面的响动，坐在堂屋的顾二婶警惕地握住导盲杖，一旁的顾云珍手里拿着蜡烛，小声说道：“妈，你别动，我去看看。”回来，你一个小丫头去什么去？应该是你大嫂和三婶他们回来了。顾云珍刚想说什么，就听见外面一道闷哼声响起。呵，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乔新棉看着被他踩在脚底下的李大嘴，眸底浮现一抹薄凉。顾云珍来到门面前，小声问道：“是大嫂和三婶吗？”江素云担忧地看了眼乔新棉，他将手里的碗盆递给他，示意他先进去，随后蹲下身，用树枝戳了戳李大嘴。是不是觉得白天被我一个女人打了不甘心，想要来报复？臭娘们儿，老子说过，你要是不打死老子，你们顾家一天也别想好过。顾玉那怂货，有婆娘不上，老子今儿就一个一个弄死你们。那不如我先将你弄死吧。在李大嘴惊恐的目光中，看着眼前像蛆一样在地上扭动的李大嘴，乔新棉脸色有些苍白。他现在没有灵气，连内劲都用着废力，背对着李大嘴从空间里掏出一颗药培元丹喂进嘴里。为了保证顾家一家老小的安全，他在门口设置了简易阵法。设好了阵法，乔新棉跨步走进顾家，见顾三婶和顾二婶俩人靠在一起，轻轻啜泣，叹了口气。哭什么？这不是大家都好好的吗？怪我该早些回来的，要不然出了事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素云，别哭，这有啥好自责的？能嫁进顾家来是幸运也是不幸的，要不是家里男人都死得早，咱们几个女人也不至于被欺负成这样。好在顾家还有小玉，等乔丫头和小玉生了孩子，咱们顾家也不算没有盼头。可别哭了，你身子本来就不好，再哭岂不是要像我一样给哭瞎了？乔新棉这才回想起村里流传的，顾家原本回祖籍的还有老太爷，可惜没挺过去那几年没了。